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BS 赵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戴伟山发言人、黄伟汉先生、林涛议员、刘彩薇议员。好，那加拿大啊，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哈辞总理，现在又被逼宫要辞这个党的这个等于是党的头了啊，党魁了哈。那这是一个帅哥，他爸爸也是个帅哥哦，就有很多的这个。跟很多女星啊等等啊哈，都这个交情不错哈。那原来总理做得好好的，那么现在要党里面要把他干掉哈。几个理由啦，第一个移民政策，第二个呢这个经济不好，现在民众都受不了。第三个呢，川普是要给加拿大跟墨西哥在美国北美自由贸易区，他们都非常亲近的朋友，就是旁边嘛，要给他加25%的关税。他还到美国去看了川普，好像都没有用。川普最近呢大发厥词说，加拿大为什么不变成我的51州，变成我的51州就好了，也不用什么交关税啦，也不用烦恼了。中国跟俄罗斯的舰队也不会去包围他们，其实也没去包围他们，在附近演习一下了，变成我51州。川普讲这话实在是很伤人了啊。那他甚至呢要那个什么格陵兰也卖给要冰岛卖给还要冰岛丹麦卖给美国哈，就是他简直是狂妄。他这个非常狂妄哈，完全不顾人家的面子，所以你这个加拿大这个总理现在就处境艰难，内忧外患呢，要被逼得要逼退了。我们看一下，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执政9年多，6号宣布请辞下台。I intend to resign as party leader, as prime minister. 有政治金童之称的他，父亲也当过总理。他从小耳濡目染，在2015年以年仅43岁之资也当上总理。不过对比他当年的如日冲天，如今政府支持度剩不到20%。Trudeau's undoing with Canadians and his party sounds strikingly similar to President Joe Biden's fate. Inflation, an affordable housing crisis, an increase in legal immigration that has put a strain on public services. 杜鲁道任内提倡自由平等，除了首创内阁性别平权，还推动大麻合法化，接纳难民。但随之而来的疫情、犯罪、通膨问题开始拖垮经济。不过压垮他最后一根稻草的是他最得力的左右手前财长也不挺他。She resigned a few weeks ago and in a letter called Trudeau's recent tax cuts political gimmicks, and lecturing him that Canada needed a stronger fiscal position to battle Trump's America First foreign policy. 杜鲁道才宣布请辞，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就立刻酸言酸语，形容加拿大人都想加入美国。Trump today was quick to take credit for Trudeau's downfall and resignation, once again also pushing for Canada to join the United States, posting online in part, quote, many people in Canada love being the 51st state. 还说两国如果合并就不会有关税问题，加拿大陷入内外压力。不过杜鲁道请辞后将继续担任看守总理，直到新党魁出炉。加拿大国会则会暂时休会到3月24日。这边说他太过自由派了啦，过头了哈，所以呢，的确加拿大哈有很多的问题啊。那他说呢，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把加拿大的选举制度改革。他一直希望在同一张选票，除了第一人选和第二人选、第三顺位，有些国家是这样子，有不同的顺位哈。那另外呢，谁可能这个干总理哈？这个接任他呢？前副总理方慧兰。奇怪的，交通部长赵美兰，我以为其实这个名字都是有中国血统，就没有完全是洋人哦，只是取个中国名哈。然后呢，这个前央行总裁，他的盟友勒布朗，还有呢哥伦比亚省长克拉克，之前有机会去接他的位置哈。美元，因为有一个消息传出来说，川普可能关税会收敛一点，不会说所有国家都磕10%啦，墨西哥、加拿大磕25%，可能不会这样哈。中国还是磕60%啦，所以呢，他说就有人讲说，政策会缩水，不会通啦，只对重要的东西加关税，不可能全部加关税，全部加关税会引起通货膨胀啊，物价会上涨啊，就美元就跌了那但是川普现在否认，没有这个事情川普否认，川普说习近平备受推崇。我跟他是好朋友，我们会处得很好，但是呢，我没有说要削减关税。老师怎么看？先讲到这个英文的中文翻译这个洋人呢分成个中文名字有一个兰字，但是像土豆，
我们翻成杜鲁道，这个其实差距也非常大，就好像杜鲁门，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把有 TR 开头的都翻成杜鲁，其实不是啊 ，TR 开头是 true， 所以 Truman 是楚门呐、啊，这楚豆应该是不是杜鲁道，应该是楚豆。哦，那你看最明显的，就我们比较亲中的一些评论员啊，在节目上，他有时候忘掉他在台湾，就讲特朗普，谁是特朗普啊？特朗普就是川普的，因为他 Trump， 你看 Trump 翻成特朗普，真的是有够离谱啊，哦，非常的离谱。但是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这个杜鲁道的父子两人呢，前后都是加拿大非常闪耀的政治明星。而且在位都非常的久。那今天这个杜鲁道说 "It's time， 时间到了，也许我们加拿大需要 reset"， 这个就是阿北这个柯文哲当年讲的重新开机 reset， 他要重新开机。其实你刚才讲到，他说太自由派了哈，我觉得不见得了，看你怎么讲。比如说这次选举的结果，我儿子就说，如果川普当选，他要移民去加拿大。但这次这个川普就讲说，你跟我合委51省的话，那你们的人就不用移民到美国来了哦。但是很难说哦，我们没人做民调，因为川普的当选，到底美国人想去加拿大的多，还是加拿大的慕川普之名想移民到美国的多？这个很难说。加拿大是很珍惜他们的加拿大是他们的祖国，以加拿大为荣啊。说川普哈。全世界没有像美加这两国这么友好的，他竟然口出那种话，这非常非常没有礼貌的政客。那我觉得今天杜鲁道被迫要下来，我觉得是因为全世界通通向右转，没有一个例外啊。现在连那个贺锦丽选赢的几个州，你仔细检视他这一次跟上一次拜登得了票，他虽然赢了。但是这个整个选票结构里头，还是比上一次向右转，所以全世界向右转，全世界向右转，欧洲尤其了。所以只有台湾是例外，台湾是例外哦。我觉得那个自以为向左比较偏左的，相对比较偏左的，还能够高枕无忧啊。我认为抗中保台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了，那不过我这刚刚突然想在讲的时候，我在想哦。这个川普哈，居然人家加拿大是一个国呢，居然说哈，你变成我的51州。如果老共说台湾是我的一省，这川普会怎么看？你知道历史上本来台湾就属于中国，只后来分离了，这是历史上。历史上加拿大从来没有属于美国呢，美国现在都说你变成我的51州，所以你看这个川普这个人的他的脑筋你在想些什么？是。就是说我自己有权利，我就把它发挥到最大。你们这些国都不成国，都是我的，变成这样，想想蛮可怕的。来，连涛，新上任的这位川普总统，他当然就是用这些诋毁的言辞来当这个整个贸易谈判的筹码之一。就他臭你，然后呢，基本上呢，你会跟他谈，我们在这个关税的细节再来调整。可是为什么今天这个杜鲁道他发生这么大的严正的事情？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因为他对内他的通货膨胀是高了8%。他自己也面对这个经济的问题，跟拜登一样嘛，就他的能源的价格跟通货膨胀，其实在整个的北美地方它是算高的，所以他自己有对内的经济压力。第二个，我们知道在这个美国的10大进口国里面，加拿大是排第2，而且主要是在石油跟汽车的这个产业的进口。那如果今天川普阵营他希望自己开采他的页岩油，那基本上也会冲击到加拿大的进口。第二个，在1962年他们签订的贸易协定之后 ，NAFTA 之后。是属于的 USMCA 这个贸易的协定里面，基本上就针对整个的动态在调整整个贸易的关税。说真的，为什么川普这一次的恐吓会成真，会感觉让大家觉得压力这么大？因为他第一任确实针对加拿大的钢课25%。铝课10%是真的，它实行了，所以造成这样子，现在整个的国际的动荡是什么样的影响？是民主自由同盟的影响。所以过去拜登政府他在说全球不管是北约或是 G7， 说真的到现在为止 ，G7 里面已经有6个领导人下台了。
就是很大的这种我们讲的压力，自由主义对 liberals 的这些阵营的一个压力。所以你可以看到，全球现在走到一个感觉好像是大保守、大关税主义的来临的时候，台湾做好准备了没有？因为川普也说，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要克10个百分点。如果他不是讲假的呢？如果他希望你的国防预算从3个百分点要提到5个百分点，甚至到10个百分点，不是讲假的呢？那国民党或是这个民进党，或是整个的民进党的执政、中央的执政，我们的策略能不能因应？所以我觉得真的做一个负责任的在野党、负责任的执政党，不要在立法院一直要针对在野阵营一直戳，你应该要静下心来看。如果杜鲁道他下台，给你的启示是，川普他的关税的政策正要实行的话，那台湾准备好了没有？伟汉哦，你认为川普跟习近平会处得很好吗？未来？川普跟习近平的第1年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川普2.0过来以后，他过去其实他到了后来第1个任期最后2年的时候是开始采取抗中的，可是现在有很多东西，你看他称赞习近平，还邀请他参他的这个就职典礼。我觉得，因为有4年了哈，我们看川普或许每1年都会不太一样。那因为川普他讲了这个杜鲁道下来以后，拜登总统团队肯定杜鲁道跟美国的合作，可是川普揶揄他说，来当第51州，所以大家就去讨论杜鲁道。刚刚林涛在讲，我当一个政治记者出身的评论员，我真的觉得民意如流水啊。因为你要知道9年前2015年算10年了杜鲁道当时上来的时候，他2013年当自由党党魁以后，2年他就当总理了。当时他所有的就是吸引民众支持他，让自由党能够在加拿大这么多年，就是自由、平等、进步。比如说当然高富帅是一个，他长得很帅，然后他族裔的多样化，他的男女阁员要平等，他还让这个大麻合法化加娱乐性的大麻，而不是医用的那其实这些东西当时都是得到过半的民众支持，所以他去执行。但是他现在为什么下来？因为自由党跟他的民调不到20%了，连20%都不到了，所以他同样在执行他做的事情，国际形势的改变，还有民众的民意不一样的时候，他现在目前觉得这些东西保守派讲说，你看你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支持，他还做很多事因为他要离开了。我跟大家讲一下，像气候变迁，他非常积极去参与国际的组织。然后呢，加拿大的牙科健保，只有牙科啦，不像我们台湾全民健保，托育的政策，以及对难民友善，每一个政见都有很多人支持，也有反对，但是现在反对的比例，为什么要那么多难民呢？拖垮我们的经济。那相关的这些东西，你的这些东西，大麻我们保守派人觉得受不了，因为它是让它不但能够食用、能够持有，还能种植。可是过去他在2018年通过这个的时候，民意是支持的，可是现在反对声浪上来了，所以民调不到20%，就势必得下来。加拿大的选民是说变就变了。曾经有执政党的国会议员在一次选举里面呢，几乎全军覆没，几乎全军覆没。所以你知道加拿大选民那真是今天喜欢，明天把你干掉，或是你干不好呢，把你换掉，在加拿大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这个说现在有人认为了当然也有2派不同意见了。有人说认为不是这样，有人认为是这样，就是说呢，中国的轮船在台湾的沿海的灰色地带侵扰，所以呢，把我们的基隆外港的国际海缆拖断了。就是你这些船，你到底跑来做什么？你那个锚下那个锚很厉害的你把我们的这个电缆都拖断了而且一修都要将近1个月。比如现在年初就月初坏了，所以要到月底才能修好，就会影响我们的通讯嘛。那打仗的时候会不会这些人就先出动，先把你通讯通通给你破坏呢？那这是不是一种演习呢？那民进党当然就说是嘛，这是老公就来干这个事情，这些人是老公的外围啊，替老公做先锋部队啊。那有些人觉得好像没这么严重你不要。陈玉珍就认为你这是危言耸听，是吓大家嘛那到底怎么回事那这是中华电信的海底电缆海巡署说这个船呢，船长是香港籍，但是他的7个船员都是中国籍那中华电信最快要1月底才能修复，你现在才1月初嘛那这个他说他的航机很诡异，就在这个地方走来走去。所以呢，都压在我们的这个电缆线上跑，
哦，如果按照这个线看起来是蛮怪的，你一个船干嘛这样跑呢？哦，在那边跑，先把你拖，给你拖断了，意思是这样哈、哦。那我是觉得说，将来我们看你哪地方有电缆线，你派一个海巡署的船就藏在那边不就好了吗？就在那边住，就在那边呢、哦，那是怎样？这有多困难？你不是海巡署船也不少吗？你每天跑来跑去，不如既然这个地方很重要，我就派一个船在这个地方啊，你们谁来都能把你驱赶了、不可以经过我这个地方啊。哦，我说看你有没有故意要在那边破坏我们的海底电缆这事情有那么困难吗？哦，所以呢，这个立委说海巡署要匡列缆区，要拦检啊、就是你不准他进来就好，这个地方，哎，你就海上那么大，什么线不能走，非要走这个地方呢？哦，那说到底这是不是意外，还是北京在这种灰色地方作战？哦，所以呢，在台湾内部也引起激变，我们看一下。在台湾北海岸持续航行徘徊，喀麦隆级顺行39号货轮日前拖断我国海底电缆后，美国史丹佛大学国家安全创新中心主任鲍威尔公布顺行39号航机图，可以看到货轮来来回回非常诡异，网友也直呼根本是故意在找海缆下手。金融时报也报道，这艘顺行39号登记在香港公司，但背后主管其实是中国公民郭文杰。而台湾高阶国安官员也透露，这货轮12月8号就在北海岸附近航行，电缆受损不是单纯事故，也已经有找南韩帮忙协助调查。如今电缆受损也引发国安疑虑，相关单位也强调已在研拟对应作为。不过，脸书粉专台湾 ADIZ 再爆料，又有一艘蒙古籍货轮在石门外海徘徊。从航机图分析，它1月5号凌晨靠近台湾之后，下午缓慢接近北海岸，到了晚上接近9点进入电缆区，距离台湾只有0.2里，相当于大约400公尺，停留好几个小时。不好意思，我们机舱现在他在准备，等一下盘抽起来，看能不能主机启动起来。启动起来之后，我就会起锚离开。对此，海巡署强调，这艘货轮是因为故障才会滞留，但就怕再发生切断电缆，影响台湾。专家也认为该加强海巡设备跟训练。中国是不是在遂行他们的木马屠城记的先前作为，投建相关的经费建制一套包含这个是24海里之内的一些监视的雷达。大陆货轮航行路线被放大检视，一举一动或许都触动两岸的敏感神经。来，伟山。是中国真的是非常特别哦。你看，他还发明一种叫做一种脱翼式海底电缆切割装置及其电缆切割方法，所以它申请一个专利，是专门在拖这个海底电缆，真的非常奇怪，你干嘛去乱拖别人的电缆？我们要知道，就是全世界其实基本上在很多的通讯上，除了利用卫星之外，其实这个海底电缆其实最普遍的。就像台湾现在对外有14条的电缆，那在这个电缆里面，就是我们会跟全世界会做一个串联。那所以一旦说这个海底电缆被拖断之后，其实台湾对外通讯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那尤其是金融方面，因为金融大家都知道，其实是以秒在计时的。如果电缆就一旦坏掉的话，其实台湾的金融会首先会进行瘫痪等等的。如果全面性的拖断，那其实中国去拖断人家海缆也不是第一次了。在去年的11月，在欧洲的波罗的海这个地方就被拖断了很多条，那而且是有2起的事件哦。那时候欧洲很生气啊，就是有进行调查，因为那边是在北海嘛，那所以就是有包含这个瑞典啊、丹麦啊这些国家，其实都有进入去调查。可是中国其实利用外交很大的压力去施压，不让他们进行调查，所以后来就没有一个结果。可是说实在，你去看每一次啊，他们在这个航行在拖的这个过程中，大家就跟台湾这一次遇到的状况差不多，他可能会以这个圆形啊、弧形的状况下去拖这个海底电缆，让它断线哦。那在北海的那个部分啊，当时是大家是认为说，可能是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在交战，那需要把一些电缆拖断，去影响这个乌克兰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通讯的设施。那其实对应于台湾其实也是一样哦。那有些人也认为说，这个其实某个程度也算是一种战争行为啊，因为战争不一定是热战啊，不一定是用飞弹打来打去。其实你光去破坏别人的电缆，影响人家的通讯，其实这就是一种潜在性的战争，因为它可能这也是一种类似军演在实习，看看到底会不会影响台湾这样类似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还是建议台湾现在的低轨卫星的发展应该要更加的迅速，因为如果说这个海底电缆它会对于整体的这个通讯会有占比较大的比例，我们就需要依靠一个所谓的低轨卫星，也就是说用全球的星链的状况来影响台湾的这个所谓的通讯发展，那可能对于台湾整体来说是比较安全的。林采薇。
现在是不是区域其实还都不知道，还要经过调查。但我认为现在是考验我们台湾，考验一个政府防卫机制到底是做到什么样程度的一个最好的时机了。事发到现在了，其实我们都不知道现在这个电缆到底坏到一个什么程度，然后要怎么抢修，以及未来的对策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像是在现在台湾必须要注意的是，这种低战争门槛的灰色地带行动，在国际的高冲突、高敏感地区，其实是很常发生的。那如果未来一样又发生同样事件呢？那我们的对策到底是什么？晚变林今天他发了一个新闻稿，告诉大家有邀集各单位、相关单位去开了一个协调会。但是协调会已经开完了，那未来我们的对策到底是什么呢？要去加强我们海底的监视系统、海岸的防卫系统，是这样子吗？包含声呐以及雷达，这个其实在很多国家都有建制的。那目前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防卫系统，是不是要去建制？那预算又要多少？在这件事发生之后，协调会也都开了，但是国人面对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是完完全全不知道的。现在似乎民进党就像刚刚有讲到川普的事情一样嘛，我认为一样。民进党完全没有做好川普未来上台的一个对策以及心理准备，似乎遮住耳朵，然后盖住眼睛，什么都不看不听，台湾就会往好的方向走，然后这些事情都会被解决。其实未来台湾要面对的不只是美国，的确还有中国大陆持续的这样的威胁，但是问题我们的对策在哪边？今天民进党政府都没有告诉我们。那其实最核心的问题包含改善两岸关系，这也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嘛。但是现在似乎整个民进党都陷入我一直不断的在讲抗中保台，所有的问题都会被解决。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很可笑的一个做法。对了，一方面本来这种如果两岸之间有管道的话，也可以透过管道去抗议啊，叫它停止啊等等啊，以前也会这样做。但是我记得以前就是比如说我们电台常常受到大陆电台的那个干扰，好像我们跟海基会反映，海基会也去跟海协会那边去反映啊，也有讨论啊，看能不能。后来他们说这个比较困难，因为那是解放军的啊，这个发射啊等等。不过还是有管道反应的，那现在都没有了嘛。那没有的话，你如果真的没有管道，就是我们派你要派海巡署的舰啊什么去都可以嘛啊。那除非我想不到其他的方法。如果你真的认为这个电缆这么重要，老共没事在这边就给你做一个等于先期作战的话，那你就要拿出个方法来，不是每次叫半天去修，叫半天去修有什么用呢？来自涵。好，确实，我们觉得在这个现代化的战争当中，资讯战就是一切，资讯的快速、韧性，当然都是必须要加强的。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同时心里就觉得毛毛的之外，其实也觉得怪怪的，因为这个新闻相应而来的就是我们看到所谓的这个 PTT 的创世神哦，他马上就在网络上头定义了，说这个是诡异的航机，然后说呢这个货轮在里面绕啊绕的，好像就是有意识的要朝着海底的电缆来着手。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赵大哥所出示的这个航机图当中呢，其实海底的电缆的铺设其实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密集的，是不是真的能够借由一艘货轮造成这么大的迫害跟危害？另外就是说到底危害程度到什么程度？到现在官方并没有给一个非常具体而完整的说明。那么甚至是我们刚刚看到海巡署呢，他们提出来的说法是不一样的哦，说这个货轮疑似是有机械故障的状况，所以才产生这样子诡异的航机。那么到底真相是什么？无论如何，我想彩薇刚刚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到底台湾未来要面对这样的资讯战、现代化的战争，我们的韧性程度，我们的网络韧性可以提升到什么样的程度？海底电缆它现在呢，几乎是包含了大多数的这个资讯传播的这样子的功能，可以涵盖大部分的功能。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 Starlink 他们的这个全星座计划呢，也在建制当中，还有包含刚刚呢说到的这个低轨卫星，但是它还是没有办法100%的取代海底电缆的功能。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如果说现在中共正是有意识的正在进行这样子的破坏、这样子的这种作战的话，那到底台湾要相应要提出什么样的方式跟对策来因应呢？还是说现在呢用一种认知作战的模式，告诉大家说，现在中共可能造成这样子的危害，所以开始又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预算的计划，要投注比方说海底电缆的建制，或者是要投入低轨卫星的建制，但是却没有告诉我们相应的评估。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非常细致、非常透明的对国人来具体说明的。休息一下再回来。